出门喽！啊，你怎么穿这样？不是说要去冲浪吗？没有啊，今天只是要去海边玩耶。真的假的？大家好，我是黑羊卫。今天我们带大家去海边走走，不是去冲浪哦。那我们接着看下去吧。在带大家出去玩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北加州旧金山湾区的地理位置。这边之所以被称为 Bay Area 呢，主要是因为说这个区块是环绕着旧金山湾，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是湾区。那整个区块呢，以旧金山为市中心，北边呢称作为北湾，主要是农业区。那很知名的酒庄啊 Napa、Sonoma 都在这个区域里面。接着我们往下看，是东湾。东湾呢，主要是以奥克兰为中心，这边主要是以海运中心，还有工业啊、科技业跟制造业区域为主。那再往南边走的话是南湾，这个地方呢是以 San Jose 为中心，有几个科技大厂的总部呢，基本上都是设立在这个区域，包含了各位所知道的 Apple 啊、Google 啊、Nvidia 等公司都是在这个地方。那在旧金山市跟南湾之间的这个区域呢，我们称作为 Peninsula， 也就是半岛区。这个区块呢，包含了旧金山机场、史丹佛大学以及 Facebook 的 headquarter 都是在这个区块里面。那今天我们要去的 Half Moon Bay 呢，也是在这个区块里面。从我居住的南湾到这个地方开车大概是40分钟左右。我们今天出发的时候在我家附近的气温大约是摄氏20度左右。我们今天查了一下天气预报在 Half Moon Bay 附近的天气最高温是12度而已，而且还是有起雾的。大家可能会怀疑说，短短40分钟的车程，怎么可能温度差这么多？不过如果你在旧金山待过一阵子，你会发现这一点都不让人意外。就连马克·吐温也曾经说过，我遇过最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这句话。造成这个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洋流把北边比较冷的水带到了南边来，导致了北加州海岸线呢今年会起雾以及说北加州的气候会有点像是地中海型气候的原因。所以说，如果各位要来这个地方旅游的话，记得你多带件外套。好啦，前面讲这么多，很像在上课，我们言归正传。Half Moon Bay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下面的资讯栏找我画面上这个地图。我们今天的行程呢，是先从92号公路开进 Half Moon Bay。原先预计我们要到 Moss Beach 去看一些潮间带的生物，不过我们查了今天的潮汐今天我们其实会在那边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涨潮的时间，潮水要一直等到晚上6点它才会退到低潮位，所以我们就不去看潮间带了，因为去了也没有东西可以看。如果各位出游的时间点 OK， 配得上潮汐的话我建议各位到那边去玩的时候，可以考虑到 Moss Beach 的 Fitzgerald Marine Reserve。它有导览员可以带你们导览，然后可以去到那边去看看那边潮间带的一些东西这样子。回到我们的行程，那因为今天我们没办法去潮间带了，所以呢我们晚了一点出门，直接去到了 Sam's Chowder House 吃午餐。这间店的环境还蛮不错的，坐在餐厅里面呢就可以直接看到海滩。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是可以选外面的座位。坦白说这间餐厅的餐点跟我上次来的时候吃的另外一间叫做 Barbara's Fish Trap 的餐厅比起来，稍微差了一点，无论是炸物或是巧达汤都是 Barbara's 的比较好吃。不过Sam's Chowder House 的龙虾三明治还蛮让人惊艳的。龙虾新鲜就不用说了，它的面包处理的还蛮可口的，而且软硬适中，非常的香。如果各位有机会来的话，一定要尝试看看。吃饱喝足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从餐厅走出来，然后往南边的海滩去走走，晒晒太阳，顺便呢看看这边的冲浪客冲浪。这边的海滩非常的多，都是公共的海滩，维护的也很干净，大家可以随意的挑一个自己喜欢的点去走走看。那我这边是稍微提一下冲浪好了，这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冲浪点叫做 Mavericks， 它也是很多比赛举办的地方。不过呢，这边因为浪很大，难度很高，而且非常的危险，所以在这个地方冲浪的人大部分是高手。那如果没有举办比赛的时候呢，是可以过去就是站在海滩上面看这个冲浪的。我自己如果来这边冲浪的话呢，我通常会是到南边的这些沙滩点去冲浪，因为个人的技术没有那么好所以说比较怕死一点。那不过刚刚提到了，因为洋流的关系这边的海水常年都是很冰的，所以呢，如果你们要来这边冲浪的话，
防寒衣啊、手套啊、鞋子啊是必备的，请准备好，否则你大概在水面待大概10几分钟，你就会想上岸了。在沙滩走累了呢，可以去找间咖啡店坐着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去的这间店呢是 Ganora's Coffee House， 这间店其实还不错哦。整间店呢到处都是用我最喜欢的大象做装饰，而且除了室内的座位以外呢，户外座位还有一台露营车，上面摆着童书啊，觉得还蛮有童趣的。咖啡其实也不错喝，是比较浅烘焙，然后富有果香跟果酸口味的咖啡。推荐各位如果有到这边来的话，也可以在这边坐下来喝杯咖啡休息一下。我们就在这边度过了一整个悠闲的下午。到了傍晚呢，我们就到附近一间叫做 Monster Chef 的日式居酒屋用餐。这间餐厅呢，它提供吃到饱的服务，我个人觉得CP 值非常的高。费用呢是每个成人41块美金含税哦。如果说我们想要清酒无限畅饮的话，一个成人是50块钱，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划算。这边的海鲜呢非常的新鲜，非常适合喜欢吃海鲜生鱼片或者是握寿司的朋友来这边试试看。吃饱喝足啊，我们就可以考虑打道回府了。另外啊，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值得绕过去看一下，不过我们今天没有去啦。但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沙滩最南边，号称是美国西岸最高的灯塔 Pigeon Point。我自己对这个灯塔是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啊，因为当初啊我刚踏进资讯业界的时候啊，我们公司在用一套硬体控制的软体，那间软体的开发商呢就叫做 Pigeon Point。好啦，扯太多了，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吧，下次再带大家去别的地方玩。如果各位有什么其他的建议的话，欢迎各位在下面留言，也别忘记按赞、留言、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